黄金又创历史新高了，现在到达$2900每盎司。但是黄金的行情它是波段上涨的，有涨就有跌。那如果我们可以在早期信号出现的时候提前入场，这样就赚了。比如说这次美国大选，特别是特朗普当选之后，政策的不确定性呢，就引起了避险情绪的上升。各国央行在那个季度开始狂买黄金，比前2个季度整整高出30%的量。之后黄金就开始了新一波的上涨行情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和大家分享3个信号指标，帮助大家提前判断合适的入场点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专注于投资和财经的研究。如果你对黄金、国债、股市和资产配置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本视频仅供信息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，请根据自身的情况独立判断。那我们分别可以从宏观因素、市场情绪还有技术指标这3个方面来判断是不是黄金合适的买入时机。从宏观的角度上面，其实如果简单点的话，你只要看通胀就可以了。只要通胀非常高的时候，黄金大概率是会上涨的。我们就用这次的黄金上涨行情做例子，这次黄金上涨其实是从22年11月左右开始的。那个时候的通胀是什么状况呢？我们以美国举例吧，那个时候通胀可高了，差不多是9%，回落了一些，在8%、9%这个阶段。虽然说之后美联储加息啊等等的，让通胀下来了，但是黄金自从那个时间开始就一路开始趋势往上。如果想看得更细一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实际利率。实际利率啊，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说实际利率越低，那黄金的行情可能就越好。当然，宏观层面还有一些其他指标，比如说美元。美元的话呢，它跟黄金是负相关的关系。像是这段时间黄金上涨的时候，美元它就是不断在波动向下的一个行情。在宏观层面呢，还可以关注一下央行的政策，比如说是美国、中国或者一些其他比较大的经济体，他们央行发布的政策比如说是降息，或者说最近美国的关税政策，那这个呢，对于黄金的价格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。基本上是如果说这个政策的不确定性越是强呢，那市场上的避险情绪就会增加，这个时候就有利于黄金的上涨。总结一下，在宏观的层面呢，最主要的就是看通胀率。通胀一旦起来了，那黄金大概率的行情会随之通胀往上涨，就像这次的行情是一样的。那其他方面呢，如果你看到美元走弱了，或者各个央行的政策出现的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呢，那你大概率可以看看黄金是不是有一波行情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市场的情绪，其实这3者的因素之间都是有相关性的。就是因为宏观层面上面利率啊或者是通胀出现了波动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与之相关的政策就会发生改变，出现了不确定性，那市场上面的情绪呢就会产生波动，那出现避险情绪的时候呢，那就会有利于黄金的上涨。接下来看地缘政治的风险，像是战争这2年俄乌这边的战争，中东那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战争持续的焦灼，以及最近因为关税原因大家担心贸易战争的引发，种种这些事件呢，都会增加市场对于避险资金的需求。我们来看这张供需表，里面粉色的部分代表各国央行购买黄金的数量。在2022年第3季度，各国央行购买的黄金数量是原先的3倍，从上一个季度购买158.6吨直接上升到了456.9吨，这个呢创下了1967年以来央行单季购买黄金量的最高纪录。那段时间会发生央行集体购买黄金的原因，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几点。宏观上面最重要的一点，也就是全球通胀失控。2022年的时候，全球通胀创下了40年的新高，美国的通胀数据一度高达 9.1%， 欧洲的能源价格也集体暴涨，所以黄金作为抗通胀的资产，成为央行增持的首选。从政策上面呢，美联储因为通胀的原因开始疯狂加息，那使得很多国家的货币都面临贬值的压力。为了稳定本国的货币，各个央行也需要增加黄金来分散美元的风险。那段时间呢，地缘政治也不稳定，俄乌战争持续升级，西方国家更是对俄罗斯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，甚至于冻结了俄罗斯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。这个就让部分国家觉得美元资产好像不是那么安全了。那为了降低对美元的依赖，许多国家也开始买入黄金作为外汇储备的替代品。所有这些因素一起就推动了黄金的上涨。那如果大家可以在这些信号出现时提前布局的话呢，也能抓住这波黄金上涨的机会。
最后，新闻报道虽然是一个指标，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可能反而是一个风险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当你看到新闻当中大片面的来报道说，哇，黄金涨了那么多，大家都去买，然后去中国水贝那边呢，或者说价格又涨了多少，大家又买了多少多少吨的黄金。当你身边都是充斥着这种消息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应该担心的，它是不是已经涨到头了？是不是要考虑风险的因素？不要就是说，我看到涨得非常好，我就 all in， 把所有的资产都去买黄金。然后黄金再怎么说，它其实只是一个避险类的资产。虽然说去年黄金它的增长是37%，高于标普500的涨幅，但是如果你拉长时间，拉到10年来看的话，黄金10年的增长率是7%，那标普的话，标普500就比如说是 SPY 好了，它10年的平均收益率是13%。特别是最近已经黄金涨了2年了之后，那你在配置的时候，当然它可能还是会有继续涨幅，因为这些因素都存在嘛。但是同时你也要考虑，它只是作为你避险资产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它也不是说完全保本的，它有涨也会有回落，所以说你在配置黄金之前，你需要考虑到这个风险在这边。新闻报道确实，如果报道说黄金市场非常好的时候，是给我们一个指标，但是大家也要担心短期过热的这个问题。最后呢，我们可以根据技术指标来判断买点跟卖点。那技术指标上面呢，简单点看就是看关键点位，比如说是阻力位跟支撑位，还有一些趋势形态。这个我们到图上来给大家看。这张图我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看过，你看这边非常明显看到没有？这条线，这条黄线，那我们这黄线的时候呢，就其实是它一个阻力位。当黄金它涨到一定阶段了之后，它有一个回撤，所有就是带波动性质的投资产品，它都会有这样子的形态的。它回撤之后呢，它肯定是要返回原来前高，你一次不能返回。第二次不能返回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形成了阻力位。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如果说它还是接近于这个地方没有突破的时候呢，阻力位的时候就会使股价往下走。但是一旦突破这个阻力位了之后呢，这个时候它就会有一段不错的行情。黄金也是这样子的，它一次两次第三次的时候，在这里它突破了阻力位了之后，这边就是一个不错的买点。但是当然它不会一直上涨的，比如说像周四的这个形态就不是特别好看。它如果进行回撤的话呢，它一般会回撤到均线附近。可以看到，像10日均线或者20日均线，回到均线附近，如果撑住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在反弹的时候呢，也是个不错的买点。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不用想得太复杂，一个就是突破阻力位的时候，第二个呢就是往下回撤。回撤的时候，如果是跌破了均线的时候呢，可能你可以考虑获利离场。那如果说你说我想要长期持有的话呢，你可以看比较长的一个趋势线，比如说我这条长的斜的黄线，那这条呢就是这个黄金自24年6月开始吧，这样子一个上涨趋势线，是一个中期的上涨趋势线。那它如果说是回撤，那个蛮厉害的，如果回撤到趋势线附近的话，应该不会有那么有7%呢。如果回撤到趋势线附近，然后进行反弹的话，那是一个不错的中期买点。好，今天我们聊了一下，通过一些指标呢来判断黄金的上涨趋势，那可以通过宏观的因素、市场情绪以及一些技术的指标。只要这些因素依然存在，那市场如果是有避险需求的情况下，黄金一般都会有比较好的持续行情的。当然了黄金的这个行情不是一直往上的，它也是会波动的，有涨就有跌，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好自己的仓位管理，合理的配置。如果你想学更多关于理财方面的知识呢，可以来我的直播间，那报名链接在视频下方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有问题给我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